家午安。是，来，这一场有对那个大陆直播吗？有啦哈。好，那我们跟全球的赛事家族，跟我们大陆的赛事家族，大家午安啊，午安。好，那在开始之前哈，那徐师还是要做几个广告哈。第一个广告就是我们这个还有回娘家的活动还有回娘家的活动这是我们新时代赛斯教育基金会第一次办的活动大家知道我们有在办非常多的癌友的活动癌友的成长团体，那这是我们第一年办的癌友回娘家的活动。如果各位周遭有这个罹患癌症的亲友麻烦来跟我们报名。好，那讲到癌友回娘家，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台湾身心灵健康医学会。第一个是明天有医学研讨会，明天还想要报名的同学可以报名。明天有医学研讨会。那这个医学研讨会这一次的特色是我们邀请到大陆的一位医学博士我们的王东霞这个王博士。那王博士其实在大陆跟许医师学赛斯心法学了将近10年了。他也是在许医师的鼓励之下去拿到医学博士的。好，那王东霞博士现在应该是在我忘记的是东莞什么第一、第二人民医院我不知道是第几了哈，第一、第二人民医院的放射肿瘤科的副主任那也获选为大陆的肿瘤心理学专家，好像全大陆只有50位还有入选大陆的肿瘤心理专家。所以明天我们的王东霞博士会来讲2个主题，一个主题是目前的身心灵观念在大陆的肿瘤治疗的现状。那第2个讲题是王东霞怎么样把这个赛斯心法身心灵的观念用在他自己临床的经验当中，好不好？好，所以对这样的主题有兴趣的同学明天可以来参与我们这个医学研讨会。那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医学研讨会其实是针对一般民众，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听不懂。好，然后这个研讨会这一次邀请到3位专家，那一位刚讲就是我们的王东霞王博士，那另外一位是玄奘大学的高旭凡教授。高旭凡教授。那第3位专家当然就是小弟本人在下我。好，这个新时代的赛斯吉祥物是吧？你是新北的吉祥物嘛？对，我是特有种。我今天忘记穿那个台湾特有种的衣服来了哈。对，我是特有种。OK， 好，那这是第一个。那刚讲我们的赛斯村的还有回娘家的活动，还有明天医学会的活动还有我们的第2届我们的这个心灵驿站的第2届的癌友的这个研究计划，癌友的研究计划。那这个研究计划其实它是跟大学跟医学会合作，所以我们是第2梯那我们的班长这个杨慧兰同学他在4年前是癌症末期的患者，4年前。那他弟弟本身是中医博士，所以当他4年前来找许医师的时候，他说他宁愿死掉，他也不想再做化疗，不想再做西医的治疗。OK， 那他也不想再做中医的治疗了。虽然他弟弟本身是中医博士，因为他已经做了好多年的治疗，而且还复发了。那后来4年前他就开始投入赛斯心法的学习。那到现在4年过去了，各位学师只能告诉大家，他活蹦乱跳，就是完全现在是正常且健康的状态。来，我们给慧兰鼓掌一下。好，所以基本上我们开始跟学术单位
跟大学开始一个合作计划，就启动我们的赛斯网络医院的前驱版，叫心灵驿站。好，所以各位一样，你们周遭有任何癌症的病友欢迎来参加我们心灵驿站的这个活动，好不好？它里面有包含很多课程，比如说读书会，比如说包含许医师的癌症团疗。那因为它是有我们学员的捐款，所以它的学费相对上是比较便宜的，好不好？相对上比较便宜。好，那最近许医师其实比较兴奋比较兴奋是因为沉寂了很多年，然后慢慢其实又找回了热情。那我跟大家讲，许医师最近的热情有哪一些那第一个热情是我们基金会最近要开始开办所谓的心灵魔法教室心灵魔法教室。那目前的这个总策划是由我们的罗纳营运长，台中总会的罗纳营运长作为总策划。那我告诉大家，为什么许医师很兴奋因为各位你们在这边赛斯心法的学习，当然第一个赛斯书是最重要的，还有有声书当然很重要。那因为许医师本身是精神科医师，也是一个心理治疗师，所以后来我们比较多的发展是往比如说心园丁啦心理师啦或陪谈，对不对？或陪谈。好，那但是我知道有些同学其实你们对于陪谈对于当心理师其实没有兴趣的因为你们自己问题都很大了，也很不知道怎么去陪谈别人有一些陪谈的个案，陪谈到后来他觉得他好多了我就问他说那心园丁带给你什么样的帮助？他就跟我说，许医师，我发现心园丁老师的问题比我大然后可是心园丁老师还活到现在，而且还能当心园丁的老师，还能去陪谈跟帮助别人，所以他就觉得他自己没有那么严重了。各位懂我意思？好，所以我们心园丁的陪谈贡献很大，也带给很多学员很多的这个正面的帮助因为后来他就说他好多了，因为心园丁的老师好像比他还严重，问题比他还多还大好，所以这是我们觉得可以帮助到很多人的地方。好了，这是开玩笑的 OK。 好，那所以后来当我们开始要来做心灵魔法教室，来各位，心灵魔法教室很简单，就是人与生俱来的潜能，或是赛斯心法一直在讲的我们的所谓的内在感官，或是我们所谓的超感官知觉。那简单来讲就是你的直觉你的第六感你的直觉，你的第六感还有也许你们很多奇奇怪怪的经验，比如说灵魂出体的经验，比如说这个法文叫 déjà vu。 对， déjà vu 是什么？就是似曾相识比如说你到了一个地方，你突然比如说学士看到这个场面，像今天挤满的人，就哎呦，昨天晚上梦到过耶，晚上梦到过耶。或是有一次你去旅游，看到某个场景，好像似曾相识。各位懂我意思？好像曾经来过。我说你到韩国啦，或是到日本，某一个场合比如说你到日本的某一个神社，对，或日本的东京，还是日本的这个什么大阪，是吧？还是日本的那个京都，我一看这个场景好像来过。各位，搞不好你上辈子就是那里的人还在那里被砍过头，有没有？这么好笑是？到时候我的头在哪里去找一下你的头在哪里。可能你在那里曾经生活过一辈子，有一种déjà vu。 OK， 其实你们常常都会有，或是所谓的预知梦，有没有？像徐师讲过，我记得那时候刚好是那个小马哥的时代，英雄本色在英雄本身那时候很多男孩子不管身高高或矮，都希望有一个那个风衣，有没有？那有一次我就做梦，梦到这个我妈妈给我买了一件风衣后来回到家，我妈就跟我说，儿子妈妈买了一件风衣给你我说买风衣也要看身高嘛，我们这种身高穿起风衣来就比较像那个名侦探柯南的概念可是我前天晚上我真的梦到了，我说妈，真的，我告诉你，我前天晚上梦到你买风衣给我，预知梦，有没有？好，所以
许医师体验到，好，我们很多同学不喜欢看那么多书，然后对帮助人也是兴趣缺，好，所以我们开始要开办所谓的魔导师的课程。好，那听说我们新北已经有2个，这个志愿者了哈，一个是庆和，对不对？来，庆和给大家鼓掌一下哈，看举个手。还有是雅琴在哪里？哦，这里雅琴哈，对，好，我们开始有2位要参加魔导师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哈。那魔导师简单就是要怎么样把各位我们所有人与生俱来的潜能打开，好，与生俱来潜能打开。好，那各位第一个先讲哈。这个不用担心走火入魔，因为许医师是精神科医师哈。那这个经济情况好的人来找许医师，那我可以帮各位约门诊，然后约正式的心理师，好不好？那经济情况不好的也是来找许医师，许医师会帮各位安排6次的免费心园丁的陪谈。那大家知道免费心园丁陪谈帮助很大嘛？因为他的问题比你大嘛。OK， 好了，开玩笑，我们心园丁是经过很严格的评量跟考核的哈。很严格的评量跟考核，不然等一下我们的教育长赞美您会把我杀掉哈。对，我们心园丁很严格，好严格到之前大家都通过不了，后来就私下找我，那通通就放水哈。OK， 我什么都讲出来了。OK， 好了，开玩笑哈。对，我们的评量跟我们的训练非常的严格哈，所以经济状况好的来找许医师，跟你们安排正式的心理师；经济状况不好的怎么样？也是来找许医师，好，帮你们安排6次的免费的心园丁的陪谈哈，所以这是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做的。那刚讲，所以接下来我很兴奋，就是刚讲为我们的那些这个大脑不太好使的来开办我们的超感官知觉哈。好了，这是开玩笑的，因为拥有超感官知觉的人，其实就是不太想要走那个太逻辑、太理性的，有没有？你看就在点头的这种，不喜欢动脑的，喜欢跟着直觉的，对不对？小童嘛是，对，喜欢跟着直觉的那种，有点神神鬼鬼的，有没有？需要吃一点抗精神病药物的那些，有没有 ？OK， 就是很适合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好，来，好了，再来各位这徐师也是感触很深哈。第一个，这3-4年来的 COVID， 第二个，这3-4年来的世界局势，第三个，这3-4年来的两岸关系，其实有点令人担心，同意吧？两岸关系，好，所以徐氏常常在问。以戴氏家族来讲，以一个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我们可以为这个世界，好像今天这个题目与自己和解，与世界合作。好，身为一个台湾的人民，我们希望未来是更走向对立冲突战争吗？来，希望吗？来，希望对立冲突战争的请举手。我们等一下就先去打你，好不好 ？OK， 我相信没有人会喜欢对立冲突战争，没错吧？可是各位，身为一个小老百姓，你们觉得自己有力量吗？你不一定有力量，对不对？每天看着政府也好，官方也好，各位你会急，那你会觉得我能做些什么呢？好，然后甚至有一些个案跟我说，他们那时候打算要移民到土耳其去，因为土耳其的护照相对上好拿，如果要移民要汇钱之前，土耳其发生大地震。对，各位又没了。好，那也有个案跟我讲开始担心孩子的未来，将来的小孩会不会上战场，会不会当炮灰？各位懂我意思吗？那台湾又像美国买很多武器，可是买很多武器让你保护自己当然是 OK， 可是买越多武器会越安全吗？对，就是那就是你住在火药库上面，你屁股不会对屁股也不好吧？各位懂我的意思你坐在火药库上面对屁股也不好，所以徐师在讲，身为赛斯家族，我们可以为我们热爱的土地，我们热爱的地球做些什么？好，所以各位，第一个我们要把心园丁扩展到大陆去，来鼓掌。好，一样对大陆同学来讲，看一次徐师的门诊或一次正式心理师，我们一样6次心园丁的陪谈。对大陆同学，好不好？所以我们希望把心园丁的服务扩展到全大陆，其实不只是全大陆全世界都有啦，全世界都有。好，那早上上课我也提到，最近有一个海地人，海地知道听说在某一个国家，海地在哪里？南美洲吗？中美洲？海地有一位海地人，后来他到了美国，看到许医师的英文版的书，
对，学术逢生的英文版，哎，有吗？现场有吗？主任，啊，学术逢生的英文版，因为他是一个血癌白血病的患者，就找到了我们赛斯，那现在就由我们的心理师在陪伴他。各位，海地耶，你看我们赛斯心法已经推广到什么海地了耶？中美洲，因为中美洲只有毒品跟白粉之类的哈，原来赛斯心法也推广到海地去了。OK， 好，那我们的心理师现在正在辅导他。OK， 当然不是讲海地话了哈，是讲英文，讲英文。OK， 所以我们的这个新园丁的服务，我们希望推广到大陆去。好，再来，我们希望在大陆的每一省成立赛斯身心灵推广中心。好，所以大陆的同学仔细听 ，Look at me，Look at me。好，我们希望在大陆的每一省来成立赛斯身心灵推广中心。对，好，简单来讲，好，之前许医师忘记了在西安有一位学员，不到30岁，在高中当政治学老师，他大学本科念的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这个辩证法，所以在高中里面教政治，不到30岁，肺腺癌末期，后来接触到赛斯心法，他跟许医师说，未来他怎么样把马克思的思想跟赛斯心法做连结，然后怎么样在高中里面开始，除了他自己的本科马克思思想的这个唯物论这个思维辩证，怎么样慢慢把年轻人这个信念创造实相加进去，鼓掌各位，你看于是就看到全中国的未来。有没有发现一个本科毕业的在高中教政治学的老师癌症末期开始找到心灵的力量，然后将来怎么样把这样的心灵的正能量跟他的本科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怎么样做一个连结，然后带给很多年轻人正能量。我就跟他讲，你绝对不能死掉，绝对不能死掉。还有另外一个许是一个学员在重庆今天是他第一天到医院上班当然今天假日他不能去上班，他本身是一位心理师因为亲子问题在大陆学了6年的自体心理学、客体关系还有儿童精神分析，后来他终于接触到赛斯心法，而发现赛斯心法才是他要的。他就跟我说，未来他到医院工作，第一个他想继续学习赛斯心法，第二个他要把赛斯心法关于癌症的治疗带到他工作的医院去。一位重庆的学员来给他鼓掌一下。所以许医师打算在大陆每一省成立推广中心。再来就是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佩玉这个新北的吉祥物还有我们大陆麦田的这个文霞文霞也是我的学生，也跟着许医师学了大概10几年了。那他现在也在念本科的心理学。那联合带领两岸赛斯的青年团，来鼓掌。两岸赛斯的青年团，来，各位头脑动得比较快的，我就不讲太多的。知道徐师要做什么吗？知道吗？你们都跟我没有默契耶。来，为什么要做两岸赛斯的青年团？第一个，政府没有能力做的，我们做。对，再来，当我们把这些身心灵的观念带给更多的人，带给两岸的青年，带给这个世界更多的年轻人，来，请问这个世界会不会更好？来，许医师不好意思开个玩笑，将来你们的身家性命，你们会不会安居乐业？就靠这个了，好不好？夸张一点了哈，就靠这个了。是啊，将来你们会不会安居乐业？将来两岸会不会越来越走向和平？将来会不会走上大家身心灵要开悟？有没有？各位，因为一直对立不是办法，那政府能做的也不多。所以虽然我们基金会
好，从来没有跟任何政治势力挂钩啊。所以我再强调一遍哈，来，将来好，如果我们越做越大，各位不要把许师抹蓝、抹绿、抹白、抹红，好不好？好，来，各位我都没有，好，我就是台湾特有种而已，好不好？好，不要把许师抹蓝，好，抹蓝，好，抹什么？抹绿，什么？抹白或抹红？对不起，我都没有，我都没有。好，因为许是对政治本来就没有兴趣，好，我也从来不干预任何的政治方面的活动。好，那再给我们基金会鼓掌一下。来，我们也不是任何大财团为了商业利益的团体。好，我们这个基金会，好，全都是一些老病穷，没有啦，我们这边全都是一群理想主义者的学习跟成长。好，没有接受任何的商业团体为了商业的利益，好，为了政治的立场，好，为了一个政客，好，这个自私的立场，从来都没有，好不好？我们也没有任何偏向，什么蓝啊、白呀、绿呀、红啊都没有。各位，一路以来我们始终如一。好，所以刚讲当徐师开始觉得我们的两岸青年团有我们的佩瑜主任，跟我们大陆的文霞同学，然后我们将来在大陆的每一省，我们要来做推广中心，我们要来做新园丁的一个扩展。好，那这件事就让许医师觉得很棒，很棒。好，那刚刚许医师才把一个这个结婚戒指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戒指啦，拿给我们的这个佩育主任就是好像有个同学在2012年，不知道是为了他的婚姻还是为了自己啦，买了一个钻石戒指。他跟我说在2012年，他大概花了8、9万，买了这个戒指。后来跟许医师说反正他的婚姻好像也快要完蛋了所以他就把这个戒指捐出来没有，这是我开玩笑的了没有完蛋他就希望这个，因为赛斯心法帮助他很多。帮助他很多，也帮助他的家人很多。那他的经济状况其实不是很好，可是他就愿意把他的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婚戒啦，还是他送给自己的戒指，其实我搞不太清楚，因为他特别交代不能说他是谁，因为这个不想让人家知道。他觉得赛斯心法帮他很多，也帮他的家人很多，所以他其实不是很有钱，就把他的这个戒指捐出来了。所以刚许医师拿给了这个佩育主任，还有之前那个本来许医师发起的一个活动，要捐给这个什么，这个我们不是后来政府发给我们6000块的那个退税嘛那后来因为本来土耳其地震，那许医师那时候本来想捐给土耳其，但是那时候这个后来时间就过了，那个账户也就关起来了。后来许医师就是把这6000块捐给我们新北分会。来鼓掌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新北分会因为我们在台中，我们的总会已经有自己的永久会址了，是我们在很多年前买下来的。那高雄也有了，那各位就是台北跟新北都没有，所以我们一直在流浪，被赶来赶去，所以就这个佩瑜主任就一直在找地方，所以各位，如果你们家在台北、新北有闲置不用的土地、闲置不用的豪宅、闲置不用的办公空间，麻烦就捐给我们吧，好不好？还有家里闲置不用的新台币，闲置不用的祖产啦，闲置不用的小孩啦，闲置不用的先生太太啦，麻烦都可以，闲置不用的遗产麻烦都可以给我们因为我们要做的事很多，所以根据许医师这样的一个了解我们基金会应该是全台湾最穷的基金会，也是人力最吃紧的基金会，可是可能也是最庞大的基金会，因为我们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了。好，那也跟大家报告，我们花莲的这个赛斯天堂也在一个这个最后的阶段了。赛斯天堂，那简单来讲，赛斯天堂就是结合了将来我们的树葬跟赛斯庙的概念。所以各位，未来你们自己的亲友跟你自己往生之后，你就不用再把自己放在瓮里面了。因为徐师本来就不赞成放在灵骨塔，因为我觉得只有泡菜要放在瓮里面，把骨灰放在瓮里面要干嘛？其实我自己是不太赞成的，所以当年我就一直在推广所谓的植葬跟树葬的概念，植葬跟树葬的概念，因为未来我不想要住在瓮里面，各位懂我意思吗？火化完就应该入土为安住在瓮里面干什么？所以我们当初筹备的赛斯天堂。但是因为这3、4年 COVID 的一直
就是延宕在那里，那目前又动起来了。好，所以未来各位哈，你们就好好的活着。那万一你们往生了，许医师就会把你们葬在赛斯天堂，好不好？啊，赛斯天堂里面我们就会有一个赛斯庙。好，所以未来各位要点光明灯啊，好，要住在赛斯庙里面呐，哈，都 OK。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赛斯神庙了哈，那用这个一个好笑、好幽默的方式来做。那再来我们赛斯村啊，翠林的2宫也要开始了。好，再来我们的 BOT 的环评也过关了。我们的这个凤凰山庄 BOT 的环评也过关了。好，所以所有我们一切都在紧锣密鼓的在做。好，因为这3、4年的 COVID 好，一直都延宕到现在。好，所以我们的2宫跟我们的 BOT 好，一切都按照政府的法规，一切都按照轨道在进行。来，给我们基金会跟赛斯村的鼓掌。好，所以早上许医师才在讲哈，我们台中一位学员哈，他是大陆的一个台商，他到目前为止大概已经捐了新台币2300多万给我们基金会了。因为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没有能力做这些推广。他没有能力把赛斯心法带给这个世界，但是他有能力赚钱，所以他打算跟许医师分工合作，他出钱我出力，对，包含今天的公益讲座。来，许医师有讲师费吗？没有，零。许医师出道20、30年，我公益讲座没有拿讲师费，许医师的赛斯书读书会一样没有拿任何的讲师费。对，好，许医师当新时代赛斯教育基金会的董事长，我没有董事长任何的这个薪水，而且当初在成立基金会的时候，许医师跟赛斯文化加起来出了200万，许医师个人跟赛斯文化加起来出了200万，当初来帮助基金会的成立。OK， 好，所以那位学员，因为他在大陆有工厂，他说他没办法做我要做的事，所以他出钱我出力，他没有办法来推广赛斯，那他就打算跟许医师分工合作。好，所以那时候很好笑，他一直跟他的家人说他是女版的许医师，OK， 所以他这前几年他总共大概捐了2300多万新台币给我们基金会，如果大家有到赛斯村有看到一台白色的 RAV4 的车，就是他捐给我们基金会的，那也是我们基金会从开创到现在收到的第一辆全新的捐款车。之前2手的收到很多辆了，包含本人在下我的第一辆车 Honda CR-V 也是捐给了赛斯村。本人在下我的这个 Honda CR-V 就是我这一辈子的第一辆车。那后来是捐给了赛斯村。那到现在赛斯村也使用了超过10年了。目前只能在市区里面开了。只能在市区里面开。那是许医师当初把我自己的车子捐给了赛斯村，来鼓掌。OK， 好，来，所以我们刚刚这个讲了一大堆来与自己和解，与世界合作。好，来，你要上一下厕所，不用举手好不好？就自己默默的去那边不好过是 OK， 好来。与自己和解，来，徐医师现在讲这个概念，来，我先从赛斯心法再讲这个概念。第一个，徐医师跟大家讲过，我们的肉体，来，各位拍一下抽血的时候要先拍一下嘛。以前我在帮病人抽血的时候，都会趁机打一下就是喜欢的病人就打轻一点，不喜欢的病人就打用力一点。你会打那么用力，这样血管才会浮出来OK， 好，来，要抽血前都要打OK， 好，这个肉体，来，这个肉体它本来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假身，真假的假。好，各位，肉体本来就是假身。好，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这个肉体是我们来到地球，透过灵体。我们的灵魂或内我投射到地球上来，那透过内我的蓝图，使用地球的材料所建构出来的。各位就简单来讲，来，请问一栋大楼，它是用什么建的？钢筋水泥啊，那钢筋水泥来自哪里？地球的材料啊，懂了没有？
所以我们的肉体是我们的灵体投射到地球上来，然后使用地球的材料建构出来的，跟你住的房子一模一样，懂了吗？所以你的肉体跟你住的房子一样，一样是什么意思？有一天都会化为灰尘啊，而且你的肉体化为灰尘的速度还会比较快啊。好，你的肉体80-90年可能就要烧掉了。好，你的房子可能还会100-200年，搞不好都还会继续存在。好，所以我们的肉体本来就是什么？假身嘛，它是我们的灵魂投射到3次元空间，借由地球的材料，来金木水火土，有没有？来，金是什么？各位，金就是你的钙质啊，你的缺铁啊。来，贫血的人是不是缺铁？铁是不是金属？对啊。那木是什么？木就是碳水化合物啊，就纤维素啊。来，你不需要吃米吗？吃面吗？那是不是碳？那是不是金木？水火土啊，水是什么？水分嘛，人体70-80%是水分嘛。对啊。那火是什么？火就是你体内进行的氧化还原反应啊。不然为什么你的手会热热的？因为它在氧化还原反应啊，因为你有体温啊，对不对 ？OK， 好，所以其实我们的肉体是来自地球的建构。来，各位，这是假的，为什么？因为有一天你会离开肉体啊。所以我们的肉体本来就是我们的灵体，我们的灵魂在3次元空间的什么投射？各位，但是这个投射有一天它会结束啊。我先告诉大家一个概念哈，其实人的肉体不是从小时候慢慢年轻到变老，不对，不对，你的肉体并没有从年轻变老。你年轻的肉体跟你老年的肉体其实是存在于同一个时空，你只是从时空的焦点从这里移动到这里。各位懂我的意思哈？来，比如说我讲一本书，来，各位，这一本书你要开始看，请问你是不是从第1页开始看？当你要开始看一本书，有没有先后顺序？你要看一本书有没有先后顺序？有啊，你一定是从第1页开始看啊，慢慢往后看啊。难道你从后面往前看哦？不会嘛，对不对？好，那这一本书你从第1页往后看，可是这一本书第1页跟最后1页有没有同时存在？那有没有同时存在？来，那我先问各位，请问这一本书的第1页先存在，还是最后1页先存在？来，大声回答我。这本书的第1页跟最后1页当然是同时存在啊。但是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你一定是从第1页开始看嘛。来，各位现在懂得什么叫广阔的现在了没有？什么叫时空焦点了吗？意思是说，小时候的你、年轻时候的你跟老年的你都是同时存在的，只是当你在走过岁月的时候，它需要按照时间顺序。好，所以各位，肉体并不是从年轻变老。来，但是我跟大家解释为什么人会老化，为什么你知道一个老年人跟一个年轻人他就是看起来不一样。各位，其实是内我的灵魂能量的投射的减弱，懂了吗？是肉体背后的灵魂的投射能量的减弱，你才变老，并不是肉体本身变老哦。各位，并不是肉体本身变老哦。来，各位仔细听，肉体本身并不会变老或变年轻，肉体本身不会。肉体本身的从小到年轻到变老，是因为其背后的能量投射。来，懂了吗？好，所以徐师在讲投射。各位，我们这一辈子都是在投射，包括连我们的存在都是我们的本体在3次元空间里面的投射。
来，举个例子，来，你们进电影院看电影，请问你面前的荧幕是来自哪里？背后的投影机的投射，来，懂了没有？你去看电影，你一定是看前面的荧幕嘛，你不会去看后面那个机器嘛？对，那为什么你看前面的荧幕呢？因为很简单，因为背后有一个机器投射到荧幕上面去，这样懂了吗？所以我们这整个世界都是我们集体的灵魂在3次元空间里面的所谓的投射。所以各位，简单来讲，你的一辈子就是你的内我或灵魂在物质实相里面的投射。来，所以为什么叫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来，以前我们的电影不是在使用胶卷吗？来，各位，胶卷里面第一幕跟最后一幕有没有同时存在？可是当我要放电影的时候，我是不是一格一格放？这样明白了哈？所以你的未来只是你还没有体验到，不代表它不存在。来，懂了吗？你的未来只是你还没有体验到，它整片已经在哪里了？在那个胶卷里面的，这样明白我的意思？你的明天其实已经在了，只是你的顺序还没有走到明天。可是以心灵的角度来讲，你的明天已经存在了。好，来，所以各位仔细听，我们的一辈子就是投射。好，灵魂必须把自己同时性的经验压缩分类，然后让你一分一分、一天一天来经验。但是所有的经验其实本来都是什么？同时存在。但是你必须要一天过完，就是各位简单来讲，你要过完今天才能到明天。好，就像各位，桌上有8道菜，你8道菜一起吃吗？你是章鱼吗？你8道菜8只脚一起抓，一起塞嘴巴吗？来，桌上有8道菜，你怎么吃？先吃这一道啊，吃完之后再吃什么？下一道啊。吃完第2道再吃什么？第3道嘛。你不高兴回来再回去吃第1道嘛。你不可能有8只爪像章鱼一样啊，然后抓了8盘菜同时塞嘴巴嘛。来，懂我的意思了哈？所以灵魂对我们来讲，我们一辈子的经验对灵魂而言是同时存在的。我们一辈子的经验对灵魂是同时存在的。你的出生跟死亡都是同时存在的。但是对体验者来讲，那你是什么？体验者。对体验者来讲，你一定要一天一天过，你要一年一年过来。比如说今年是什么？2023嘛，刚好过了一半，今天是7月1号，对不对？对我们来讲，我们必须要一年一年过。因为有什么？因为我们的神经速度，我们必须把一辈子所有的事件，所有的同时性事件，要一个一个被体验。对，好，就像一群小朋友，可是要出这个门，那一个一个排队。好，所以你必须过完今天才到明天，你必须一次只体验一件事。就像你今天肉体在这里，你就不可能去其他地方。这是物质实相的游戏规则。好，意思是我们的整个一生都是投射。你的一辈子就是你的灵魂的一次转世。来，各位懂我的意思吗？你的一辈子就是你的灵魂的一次转世。所以你这一辈子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你的投射，都是你的投射。好，那什么叫跟自己和解？来，各位，在思心法里面有个很重要的部分，如果你不跟自己和解，来，假设，好，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比如我问各位，有一个人看周遭的每个人都不顺眼，那我问各位，那最后你觉得他是看谁不顺眼？也不顺眼，听懂了没有？所以所有你跟别人的关系，所有你看待别人的角度，其实都是什么？你看待自己的角度。来，再举个例子，如果你常常觉得很烦躁，你看每个人都容易生气，其实你是对谁生气？
请问，如果你是一个心中很平和，你的自我接纳度很高，你觉得你很棒，你活在一种幸福跟喜悦中，各位，要惹你生气不容易吧？听懂我的意思？可是今天如果你很不顺，你讨厌自己，你恨死自己了，各位，你就是一个恐怖分子啊！你就是个行动炸弹啊！谁惹到你，谁倒霉啊！各位，我们常讲，扫到什么？台风尾啊！扫到台风尾啊！所以学习要讲一件事，各位很仔细听哈。你跟周遭每个人的关系，都是你跟自己的关系，来包含你跟哪一个自己？小时候的自己，你跟转世的自己，你跟内在的所有次人格的关系的自己，你跟所有的对等人格的关系，你跟可能性的自己的关系，会。有时候你看到周遭每一个人，你很讨厌，各位，其实你是讨厌谁？自己。好，所以许医师要跟各位讲一件事，我再继续讲投射。好，我现在要讲很重要，讲投射。来，我们这次心法常常会讲一句话，好，各位，好，大家都很会讲这个口号，叫"亲爱的"，好，怎么样？来，外面没有别人。啊，对，后来我们学了一大堆口号哈，什么都没学到就学到口号啊，各位，可是你对口号到底了解多少？好，来，学师开个玩笑，这些屁话谁都会讲啊。好，所以学师那时候讲过哈，好，有一种人很可恶，就专门劝人家放下。事情遇到自己身上，你再看他放得下吗？真的。啊，劝人家宽恕，劝人家要大方。好，劝人家莫忘初衷，劝人家慷慨。对，你家为什么不拿出来让流浪汉住？你家为什么不拿出来让流浪汉住？听懂了吗？替别人豁达，要别人放下，要别人宽恕。恁婆啊，较好嘞。说得太好了。各位。要别人慷慨，要别人大方。来，学生的时候跟很多个案开玩笑，台湾是一个很棒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同志的婚姻，好，同志哈，我很祝福同志。比如说像在座有同志吗？OK， 好，所以像我很多个案，我都说，我们都很接纳同志，好，只要这个同志不是你的小孩都没有问题。我先开个玩笑，以前我哥不是出家当和尚嘛，那时候我父母就心里就很难过嘛，就很多亲戚朋友安慰啊，不要这样，当和尚是功德啊，这个家有一个和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是你的孩子跟佛家有缘，你们全家都要很开心。然后我就跟他讲，我听说你儿子好像也想出家，我说我儿子怎么可以出家呢？我传宗接代，我儿子干嘛可以出家？我说干什么？听懂了没有？各位。我们都替人家宽容，替人家大度，劝别人都是一流的，明白了吗？对啊，那时候我哥出家当和尚，我好多亲戚朋友来劝，然后跟他来跟你讲啊，这不他你这个要觉得很开心，我就说，听说你儿子也想去啊，他就当场就翻脸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台湾有没有接纳同性恋？有没有？非常接纳，只要不是你的小孩都可以，听明白吗？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OK， 所以我们常常会各位这也是投射啊，这是投射。来，我们继续来讲投射，继续讲投射。接下来外面没有别人，好，所以徐是要讲，我再回到赛斯书，好，灵魂永生，好，还有个人实相的本质，好，赛斯从头到尾就讲，根本没有所谓的外宇宙，只有内宇宙。所有你的一辈子都是你内在心灵的向外投射，所有你跟这个世界每一个人的关系都是你跟自己的关系。各位，这怎么过日子嘛？各位，这句话想下去就很难过日子，因为平常我们不讲这句话还很难过日子。我就是讨厌你嘛，看你不顺眼嘛，我靠！不要讲脏话，糟糕了！你跟这个世界每个人的关系都是跟谁的关系？因为我不是在靠腰，你是在靠腰谁？靠腰我自己，听懂了吗？我不是在厌恶，你是在厌恶谁？
自己。原来我不是看你不顺眼，我是看谁不顺眼？自己。来，我再讲个笑话，站起来。就是你，谁让你做第一个？做第一个就要认份，好不好？不要一副很无辜的样子。你这里为什么湿湿的流口水？喝咖啡是？来，他很倒霉，因为每次他都做第一个。以前耶稣不是讲过吗？有人打你的什么？是左脸吗？他不知道要做这个。有人打你的左脸，好，请你打一下。有人打你的左脸，那怎么样？来，右脸也给他。好，来，好啦，谢谢。耶稣讲过一句话：有人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也给他。各位，好，赛斯有解释过这个故事。他是说这个故事，你以为真的有人打你的左脸，你真的要把右脸给他？各位，你脑子坏了，你当然是踢他一脚嘛，对不对？好，可是赛斯讲这个故事是要讲什么？他其实是在反讽当时的人以牙还牙，懂我意思吗？他是在反讽啦，因为当时大家知道，当时在耶稣时代里面是大家就是从罗马时代以来哈，人们就是怎么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赛斯是在反驳这个观念。好，但赛斯其实耶稣是在反驳过这个观念，但是耶稣讲这个例子，他是要讲什么？他是要讲打你的人，其实他是在打谁？伤害你的人是在伤害谁？自己。来，我知道这东西不容易懂，对，说实话，到现在曲医师还在学习跟揣摩这个观念。意思是仔细听，你跟这个世界任何人的关系，好，我们叫 interpersonal， 你跟任何人的关系。好，比如说最近台湾很流行 Me Too 嘛，对不对？就是性骚扰什么挖沟的哈。各位，来以赛斯心法来讲，今天你在骚扰其他的女性，那你妈妈、你妹妹、你女儿、你阿嬷、你外婆不是女人吗？那你请问你在骚扰谁？你在骚扰自己啊！听懂了吗？所以徐师先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你们先记起来，到时候我们修行多少再说，好不好？至少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真理，知道什么叫究竟，就是你跟这个世界任何人的关系，都是跟谁的关系？自己。好，所以今天我不是说你要跟任何人和解哦，我没有强迫你哦。对。但是唯有一个能真正宽恕原谅自己的人，才能真正宽恕原谅别人，否则都是假的。明白我在说什么吗？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都是狗屁。是啊。好，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打你左脸的人，其实是他在打谁？他在打自己。所以耶稣说打你左脸的人再把右脸给他，他其实是在说反讽的意思。打人的人是在打他自己，欺负别人的是在欺负谁？欺负自己。所以各位，我先开个玩笑哈，来，我们先讲众生一体。那众生一体，地球就一个人就好了，为什么那么多人？那么一体嘛，对不对？对啊，包括以前你们大家庭啊，大家庭就同样一个人管账号就好了，一个人大家都从阿嬷阿公那边领钱就好了，那所有的钱就上缴上去啊，对不对？那地球这么多人干什么？对，因为一个人不好玩啊，一个人就没有彼此，就没有互相啊，所以等于说这个一体要分裂成什么？每一个不同的众生，那懂了吗？对，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你跟这个世界任何人的关系，都是你跟谁的关系？自己。所以所有你跟自己的关系，都会投射出你跟别人的关系。它是两句话。它是两句话。好，各位，所以你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一个经常看别人不顺眼的人，你就要问：我真的是看别人不顺眼吗？还是其实我是看我自己我不喜欢的部分不顺眼？懂我的意思哈？好，我们常讲自卑跟自大，
那一个自卑的人就觉得别人很厉害嘛，对不对？那一个自大人就看不起别人嘛。那我们常常讲自卑跟自大是不是同时存在一个人身上？当你自卑的时候，你觉得别人都很厉害；当你自大的时候，你觉得别人都很烂。那其实那个别人是谁？不就你，对不对？其实是你自大的自己看不起自卑的自己啊，是你自卑的自己在仰望自大的自己啊。只是当你在自卑的时候，你把那个自大投射给别人啊。当你在自大的时候，你把那个自卑的自己、卑微的自己、没有用、失败的自己投射给别人啊，对不对？就像赛斯讲病人跟医生啊，病人把自己的力量投射给医生，好像医生都能治疗你，可是医生能治疗他自己吗？不一定啊。可是投射啊。那投射啊，好来之前有个笑话嘛，一个笑话，就有人就问观世音菩萨，他说：“观世音菩萨，那世人都向你祷告，都求你啊，那你自己有什么状况，你都求谁啊？”又问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说：“我就照镜子啊。”然后为什么要照镜子？因为求人不如求己啊。对。然后因为世人都求观世音菩萨、求妈祖，那妈祖有问题要求谁？那我就照镜子。要什么？求人不如什么？求己。好，所以各位，同时我们又是好像一个物质的有机体，同时好像我们又有一个肉体，同时我们有我们的内心世界。来，什么叫内心世界？各位，你有你的思维，你有你的感受，你有你的想象力，你有晚上你的做梦，你有你的内心的小剧场，你有你自己的起心动念，有没有？各位，有些时候小朋友，就我只是跟你说个话，可是你怎么知道我的脑袋里面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小剧场了？没错吧？对，我在跟你说话，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其实我们看得到一个人内心世界吗？我们看不到。OK， 好，所以所有我们最后我们的内心世界都会怎么样？投射出去。所有你内心的念头、思维、感受，它都会什么？显现于外。所以各位，所有一切的外都是内，根本就没有外这个字。来，所有的一些外都是什么？从内来的。来，我举个例子来讲。来，你们现在随便看到一栋建筑物，来，那栋建筑物你看到了没有？你看到了。来，往后看，后面高高那栋建筑物叫什么建筑物？我也不知道，反正很高。OK。来，那个是外嘛，你看到了嘛？你可以走到那边去嘛，你可以去买房子嘛，你可以去给他随便按电铃嘛，对不对 ？OK， 随便你。那栋房子本来在哪里？在哪里？在建筑师跟建商的脑海里啊，来，是不是？来，你晚上要不要自己做菜？煮给妈妈吃啊。你晚上会煮哪一道菜？随便讲一遍，随便讲一个。鱼，那个鱼现在在不在？在哪里？在你的脑海里啊。来，你的明天在哪里？你明天要做什么？来，明天在哪里？在你的脑海里啊。来，是不是？所以各位你要记得，所有这个世界的外都是什么？来，所以我们回到赛斯心法讲，他说根本就没有外太空。你以为的外太空其实是什么？内太空。你以为你坐太空船往外太空一直跑，其实你是往心灵一直往里面跑，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外太空。各位，那根本就是幻象，因为外就是内。你往外跑得越远，其实你是往心灵跑得越远。之前有一首诗，好像还蛮有趣的，什么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然后什么六根清净方为道，退后原来是向前。好，他在讲插秧啦。好，插秧不是倒退着插吗？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后原来是什么？就我一边退一边插秧，其实是那个秧苗一边
前，一边往前进。好，来，徐师在讲这个内跟外，所以所有我们这一辈子你所认识的每一个人，好，不管是你的家人朋友，好，还是你的冤亲债主，你冤亲债主现在还在吗？还在新疆吗？看你很失落的样子。OK， 好，各位，你这一辈子认识的所有的人，你这一辈子发生的每一件事，其实全都是什么？投射。因为你也是投射啊，你也是投射。好，比如说未来你想做一个生意，好像庆和未来想做魔导师嘛，来做了吗？还没做，在哪里？在脑海里面，是不是投射？是投射。好，雅琴也是嘛，接下来要开什么？开你的画画课在。啊，那个什么如梦似画是如画似梦。好，雅琴要开她的绘画课。好 ，OK， 好，所有你的一切都是来自投射。好，来，我还是要讲哈。来，之前网络上有一篇文章哈，最早是许医师的演讲的内容，叫什么？超度你自己，会记得吗？后来就一直传，后来传成是大宝法王讲的，又传成是什么那个正言法师讲的，从头到尾都是我讲的，叫超度你自己。好，来，我先讲个笑话。好，之前后来那个 FB 上面有个人跟我呛虾，有人跟我呛虾，好，意思是说徐师你真不要脸，那明明是正言法师说的，圣言啊，明明是圣言法师说的，而且圣言法师说的时间比你还早，你剽窃人家说的，还说你说的，香蕉你个芭乐，从头到尾每一个字都是我说的。后来我就跟一家主任说，去跟他讲，去跟他讲，从头到尾都是我说的。好，而且那个圣严法师的那一篇根本就不是那一篇，对不对？根本就没有那几个字。对，是啊。OK， 好，这是一个小插曲。好，来，因为大家平常对于超度，来超度谁？冤亲债主，超度谁？超度孤魂野鬼啊！农历7月到了，要超度好兄弟。哎，好兄弟就是谁？就是你啊！来，孤魂野鬼就是谁？就你啊！各位，你就是鬼啊！你只是多了一个肉体而已啊！那鬼就是不再使用肉体的，你就是使用肉体而已啊！会听懂了没有？来，你要超度谁？或许你们这样超度冤亲债主。对，好，以前佛家有个故事嘛，你在笑什么？好，以前佛家有个故事，好，有一个徒弟在那边打坐，那每次入定的时候就一只蜘蛛，好来骚扰他，好，然后变化成各式各样的美女，他就跟师父说：“师父，好，下一次我在打坐的时候遇到那只蜘蛛，我希望把它杀了。”好，师父说没问题，好，那师父给你把刀，好，但是师父有一个这个要求，你下次看到那个蜘蛛然后变化成各式各样的美女来诱惑你你先做个记号，在他的背后画一个圈圈，画个圈圈，你先不要急着杀他，你下次在入定的时候遇到那个蜘蛛精这个穿得很裸露或是怎么样来诱惑你你记得在背上画个圈圈。徒弟说好，没问题，静坐，好了，又入定了，蜘蛛精又来了，要记得师父说的话，背后给他画一个圈。好，结果后来就打坐结束了，入定回来，我说师父，这个我刚才给那个蜘蛛精背后做一个记号。师父就说你自己拿一个镜子你衣服后面自己看一下，就蜘蛛精是谁？就自己啦，懂了没有？哎，魔是谁？就自己。为什么笑这么开心？魔就是谁？魔就是自己啊！魔就是自己啊！好，你羡慕嫉妒恨，其实你在羡慕嫉妒恨谁？就是自己。你今天伤害别人，在伤害谁？是啊，对。所以有时候其实会讲，当你不让自己被他伤害，其实你在救他。因为我不让你伤害自己啊，因为我就是你啊。
我不让你欺负我啊，因为我不让你欺负自己啊，各位懂我意思吗？我不让你虐待我啊，因为我不让你虐待自己啊，我不让你造业啊，懂我意思吗？就是我不要再形成那么多的业障了啦，我在这一辈子就把它怎么样结束了。我不要让你再欺负我了，因为你欺负我就是欺负你自己，你伤害我就是伤害你自己，它就会形成新的业障。所以我不想让这个业障拖到下一辈子，来懂我意思吗？所以有时候你以为委曲求全，你以为把自己变受害者就解决问题，各位其实不是，其实不是，你在制造新的业障。好，来，所以我继续讲，所谓的跟自己和解。来，各位现在你现在知道什么是跟自己和解的意思了吗？好，就像赛斯心法当讲，我们到最后一世轮回的时候，你必须跟每一世的自己都和解，那你甚至必须把每一世的因果都和解掉。来，比如说你现在跟你的父母亲有没有前世因果？有啊。你现在跟你的孩子有没有前世因果？有啊。所以徐师跟大家开过玩笑嘛，孩子来主要两个嘛，一个是来报恩，一个是来报仇的嘛，对不对？小朋友，你是来报恩还是报仇的？没有，他是来报浣熊的，报玩具的哈。OK， 好，来，小孩子来来开个玩笑，有些是来报恩，有些是来报仇。那报恩的是什么？因为他前辈子跟你结善缘，他希望来报恩。那报完恩，他也了了他自己的心愿，有一天他就可以很顺利的离开地球。那什么叫报仇？报仇就是你欠他的，是你的亏欠，你的学习跟成长，是你必须要还他一个因果，将来他才会走得顺利，你也才能够离开轮回，离开的安心。那简单来讲，赛斯讲过，在地球没有把因果完成的所有的债，地球转世有个游戏规则叫什么？欠债必还。来，各位，这4个字是赛斯讲的，不是我讲的。赛斯讲地球的转世有个游戏规则，就是欠债必还，明白了吗？是。好，所以徐师开个玩笑，为什么徐师坚持那个建商要还我钱？你可以不还，但是我坚持你要还我钱，因为欠债必还。打雷的是欠债必还就打雷了哈，小心打雷哈。OK， 对，因为我不想被欠下这个因果，明白了吗？欠债必还。各位，就好像简单的讲，你在台湾欠税，你出不了国境啦。国税局却把你的照片贴在中正机场啦，你的时候就过不了海关啦，简单就是这样子。明白吗？你想离开地球轮回，你想要从地球更上一层楼，对不起，欠债必还。所有你给出去都会怎么样？回到自己身上。所有你对别人所做的，都是对自己所做。那简单来讲，你去虐待别人的小孩，就是在虐待自己的小孩。你去伤害别人的亲友，就是在伤害自己的亲友。来，这是地球一定要学习的功课。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这个功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比较保守的说法。很真实的说法是，你对别人所做的一切，就是在对自己的亲人家人所做的一切。而且你的亲人家人之前也都是别人啊，不然哪里有什么人？懂了吗？那最后都会回到什么？你跟自己的关系。那什么叫跟自己的关系？自己里面有多少关系？各位，就是你过去、现在、未来。好，比如说佛法当中有3、4佛，有没有？过去的你、当下的你、未来的你、今生的你、转世的你、下一辈子的你、儿童的你、青少年的你、年轻时代的你、老年的自己。还有你的对等人格，那大家记得吗？100年内一个灵魂来几个肉体，3到4个，还有可能性的你。好，更不要讲我们里面有很多什么次人格，对，有没有？来，什么叫次人格？讲个笑话，就是很多人比如说吃安眠药，Zolpidem，史蒂诺斯知道哈，长长的像米一样的中间一条杠。你也是小史会员是吧？吃过啊。小史会员就叫我们昵称叫小史，史蒂诺斯，长长的像米一样，中间一条杠。
吃过的请举手。好了，5柜哈，来，这个药，有些人会很有趣。我常常如果我开这个药给个案，我会特别交代一句话：吃完药麻烦立刻躺在床上，不要起来活动。不然迷迷糊糊。吃完药麻烦立刻躺在床上，不要再起来活动。因为如果你不立刻躺在床上起来活动，等一下你就会睡着。你睡着之后，就会有另外一个你接管你的身体。这是什么？次人格。次人格会起来干嘛？翻冰箱找东西吃。吃完之后，第二天你发现冰箱什么东西不见了，自己还忘记自己吃掉了。然后有些人会开始打电话跟朋友聊天，梦游。对，然后起来煮东西，煮完了之后，第二天起床，怎么那边有个炖牛肉？谁炖的？昨天晚上你自己起来炖，忘记了。你还怎么样？吓到你哥哥。各位，他眼睛是张开的哦，可是他没有意识哦。来，那个人是谁？就像你们常常小时候都会知道，那个梦游的人会起来，有没有？各位，他完全眼睛是张开的哦，可是他第二天他完全不记得他吃的冰箱的东西哦，他第二天完全不记得他打电话给你哦。对，这就是那个史蒂诺斯会有这个副作用。好，2个避免的现象，一个是加上其他镇定剂一起服用，一个就是刚讲睡着了之后就不准起床，他会起来做一些事情。来，各位，那个人是谁？来，那个人是谁？来，你有几个自己？来，各位同学回答我。来，你有几个自己？好几个。是啊。对，你不要以为你是一个自己哦。来，有没有一个自己想退休？一个自己又不想退休？有个自己想赚钱，有个自己又怕太累？有个自己想谈恋爱，有一个自己又觉得谈恋爱很麻烦。来，所以你看个人实相的本质第15章，再是说哪一个你，哪一个世界，只有你回答如何把你自己从限制中释放出来。哪一个你？哪一个你？来，比如说你们买房子，有没有签完约很想再回去把约毁掉？有没有？有啊，有啊。或是答应对方的求婚，就很难说出口，其实我不想跟你结婚了。或是当孩子不乖的时候，有没有个冲动想把孩子塞回去？来，懂我在说什么吗？来，各位，你有几个自己？来，我开个玩笑，有的人从早到晚就是不同的自己啊。来，对不对？你，永远在互相矛盾中的你，你到底有几个自己？来，听懂我的意思哈？来，自我跟人格是每天在变化的哦，甚至今天的你跟昨天的你就是不同一个人哦。好，甚至我们这样讲，比如说他那个思觉失调的患者，来，里面有几个人？好几个人呐。来，多重人格的人有没有？来，几个人？好几个人呐。躁郁症里面也有2个人，至少有躁跟郁啊。躁的时候就开始思想很丰富啊，然后很有活力，有没有？然后很想做什么，很想赚钱，很想谈恋爱，想买房子买车子。那郁的时候呢，就在家里不想动啊，不想出门啊，每天就很没有精神啊。来，懂了没有？来，各位，所以你要知道你所认识的自己，它其实是一群人所组成的，你不是只有你认识的自己啊。好像有些我刚讲，连吃了药你起来做什么你都不知道那是你啊。好，甚至有时候你们喝酒的人有没有？有些人不是喝酒喝到断片有没有？做什么事第二天不记得？是有这些例子啊，有这些例子啊。对，好，来各位，那到底你是谁？虽然你走到了今天，但是大家知道，在催眠情况之下，一个人是可以回到3岁跟5岁的嘛。比如说我把这个同学催眠回到3岁，他真的就是变成3岁的自己哦，他真的那讲话就是3岁的声音哦。对，表示什么？表示你是以为自己今天来到了40岁，其实内在有一个你，其实他在哪里？他还在3岁啊。所以我们去想，为什么什么是内在的小孩，就是这个意思啊。以时间顺序，你以为你来到今天，可是其实另外一个你，
他还在他的时空啊。好，来各位，来与自己和解。其实还是要回到这个主题。来，这个自己我要讲，你今天这个自己，你所有转世的自己，你原谅自己了吗？你宽恕自己了吗？是啊。你还有没有在讨厌自己？包含我们的内心哦，包含我们的内心哦。你打从内心深处，你有跟自己和解吗？比如说举例来讲，好，小时候父母亲把我们养大，对我们有所期待嘛。啊，比如说期待你长大可以发展的很好啊，哦，至少身体健康，婚姻完整啊。啊，你有身体健康吗？后来也不一定有啊。啊，你有婚姻完整吗？后来你也离婚了啊。那你有原谅自己吗？你有宽恕你自己吗？来，各位懂我的意思？是啊，来，我先举个例子给各位听哈。好，学士最近在辅导一个个案，他跟我说，他最近可能想要跟他先生离婚，因为两个人不讲话，然后先生就冷暴力，那一次不跟他说话就1-2个月不跟他说话，他觉得他受不了这个婚姻了。我就问他为什么，他就说应该是报应吧。我说什么报应？他说因为之前他好像有个男朋友，后来他遇到他先生，他发现他比较喜欢他先生，就跟那个男朋友跟他先生在一起。那他先生那时候也有自己的女朋友，那后来他去追求他先生，那后来他先生也跟那个女朋友分手，就跟他在一起，两个人就结婚的。那结婚之后他就很开心，因为他跟他喜欢的男人在一起嘛。后来他先生发现，他其实先生比较喜欢前女友。后来先生就开始跟前女友联络，那两个人也，前女友也一直未婚呐，那就发生婚外情。婚外情。好，那我就问他，那你现在觉得呢？他说报应吧。好，谁叫我当初抛弃我的男朋友？报应。好来，所以学士第一个安慰他，第一个我跟他讲，我觉得不是报应，而且我觉得你没有做错。好，我说只有一个比较勇敢的人才会选择一段关系，我爱你比你爱我多。所以各位，如果你们在一段关系里面，是你爱对方比对方爱你多，来给自己鼓掌，因为你很勇敢。我爱你比你爱我多啊，各位，好，就好像徐氏很喜欢这个杯子，他喜不喜欢我干我什么事？我喜欢他比较重要吧，对不对？那我就这个杯子就放在旁边，每天欣赏它。听懂我的比喻哈？所以你选一个他是你的菜，比你是他的菜更多的人，要给自己鼓掌。因为你跟你比较喜欢的人在一起，是谁赏心悦目？是自己啊，对不对？所以我跟他讲，你这个婚没有结错，错是错在后来你不是先生的菜而已啊。于你而言，你并没有错，因为你爱他比他爱你多，所以你选择了跟你喜欢的人在一起啊。我说怎么样也比选一个你不爱的，你还跟他在一起好吧？小童，你以后反应那么大，对不对？好，那各位，那你选一个你不爱的，你跟他在一起，我也不能说你是错的，因为你在修忍辱嘛，你在修嘛。但是你要不要面对你的内心？来，各位学士要讲一件事。如果我说我们赛斯家族跟各位，来，各位先给自己鼓掌一下。如果我说赛斯家族跟一般的世界的人有什么不一样，我会说赛斯家族是一群开始愿意面对自己内心的人。这个世界有多少人不面对内心？因为不面对内心就可以没良心。听懂了吗？
那其实开个玩笑，那些拿建商的钱的网军拼命的抹黑污蔑许医师，你最好就没有业障了，听懂了吗？好，那些拿建商的钱，好，然后到处在我们基金会留言，到处抹黑许医师，你最好就没有业障了。如果我说赛斯家族跟一般的大众有什么不一样？除了我们都是比较老病穷之外，没有啦，开玩笑啦，我们都是成功人士，好不好 ？OK， 好，因为各位是一群愿意开始来面对什么内心的人。可是我讲句实话，这个世界很多人不面对内心的。简单讲就是，别人的孩子死不完呐，绑了给他西北料了，你懂我意思吗？这世界很多人是不面对自己的内心，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我不管我的内心，我让你觉得很棒，我就很棒啦。我赢过你，我就觉得很棒啦。我快不快乐不重要，我让你觉得我很快乐比较重要啊。我们夫妻感情好不好不重要，我让你们觉得我们夫妻感情很好啊。我成不成功不重要，我让你们觉得我成功比较重要啊。我喜不喜欢台大不重要，我考上台大给你看，我念台大给你看，表示我很厉害，懂了吗？这个事情很多人在做什么？表面他不面对内心啊。就像刚刚讲，你管我婚姻幸不幸福？我找一个男的给我吃给我穿长期饭票，我爱不爱他？有什么好重要的？听懂了没有？我反正我就找一份工作嘛，那大家觉得我高大上嘛。我喜不喜欢那份工作重不重要？不重要啊。我爱不爱这份工作不重要啊。我对这份工作有没有兴趣不重要，是大家觉得我的工作很好啊。对，我在台积电工作啊，虽然只是个扫地的，但是也是台积电，对不对？好，来开玩笑的哈，而且还外包的哈。那你工作台积电啊，你就不要再问下去，就台积电外包的清扫工作 ，OK？ 好啊，这份工作好，你喜不喜欢不重要，重要是什么？人家觉得很棒啊。各位，你跟一个你不爱的人在一起不重要啊，他能给你吃穿，他能给你安定的生活，他能给你面子啊。对啊，是啊。好像我有一个个案说，她男朋友都开着跑车来接她，虽然人长得很丑，但是跑车很漂亮。男人坐在跑车里面，你不需要看到人嘛，对不对 ？OK， 好来，各位，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很多人是不面对内心的，懂我意思？我们以为不面对内心，日子过得下去，所以你可以伤天害理，你可以去伤害别人。好，我们笑贫不笑娼，懂我意思吗？来，各位，但是仔细听，于是告诉大家，全世界任何一个人，你最后你不可能不面对内心呐。你快乐吗？你有跟自己和解吗？你是一个好爸爸、好妈妈、好女儿，可是最后你有爱自己吗？如果你过得不快乐，你付出很多，就累积了所有愤怒、嫉妒、恨，你有办法跟自己和解？最后你有办法跟世界合作吗？所以一个没有跟自己和解的人，他怎么跟世界合作？他不可能跟这个世界合作，懂我意思吗？一个充满羡慕、嫉妒、恨的人。好，说如果许是要称赞赛斯家族，我会告诉各位，虽然也许从社会眼的成功角度来讲，我们不一定是社会里面所谓最成功的那一群。那一群人，各位，那是因为他还没看到自己的报应啊，他还没看到自己的业障啊。那至少赛斯家族是一群愿意怎么样？我愿意面对自己，我有没有跟自己和解？我内在有没有很多我隐藏的、压抑的？明明我是很讨厌你，可是我不让你发现。后面我很喜欢你，我也不敢表达，因为我怕你不喜欢我啊。各位，所以我这样讲哈，虽然我们古人讲一句话，什么英雄难过美人关，可是其实最后每个人最难过的是自己这一关。你会发现，所有的修行最后都是什么？扣关问心。对，我最近在看很多仙侠小说，扣关问心。扣关是扣什么关？内心的关。问心问谁的心？自己的心。
来，当你扣关，你问心，你过不了这个关，各位，你解脱不了。不要想说修仙，不要想说成佛，你连离开物质实相，你连脱离轮回，你都做不到。各位，好，我们讲所谓的下地狱，其实是在地狱里面充满了很多什么自我折磨的人，有没有？那这个世界有没有很多自我折磨的人？明明日子很好过，但是你不放过你自己，你每天活在自责、自我批判，包括学生很多忧郁症的患者，每天脑海里面的声音就是说：你怎么那么自以为是？你这一辈子你怎么面对你自己？我在讲自我意识，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很多人的自我意识，对不起，都走偏了。什么叫走偏？他觉得我对外这个世界交代就好了，懂我意思吗？他没有回来说什么问心。来，就像我们以前古人讲一句话：平生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当然你没做，夜半敲门还是会惊了哈，因为到底是来干嘛的，还是会害怕一下哈。对哈，可是这个东西代表了什么？代表了我们真的有没有好好的来面对我们的内心。于是在讲我们赛斯家族，他跟这个世界所有的人不一样，是我们开始面对自己。就像刚徐师讲的，你跟这个世界所有人的关系，比如今天你跟爸爸妈妈的关系，你跟你的孩子的关系。那就像今天早上有个学员跟我说，他的孩子20岁了，然后准备去环岛，妈妈就开始睡不着觉，了。我说那我们来吃个安眠药吧。没有啦，对，睡不着觉了。各位，他在投射什么？担心。他在投射担心。那其实他在担心谁？就你把你对这个世界所有的恐惧，你把你对自己所有的不信任都投射到什么孩子身上。各位，好，当然你说你关心你的孩子无可厚非，可是各位，你们有没有发现，当你是这样的父母，后来你一直提点你的孩子，一直关心他，一直提醒他，请问你的孩子是什么态度？怎么样？排斥，而且觉得你很什么烦，你闭嘴，可不可以不要再说了？因为你越说，只是在告诉我好危险；你越说，只是在告诉我随时会出意外；你越说，只是让我告诉我自己，好，那个妈妈还跟我说，那个算命跟他说他的儿子有车关。我跟他说，我们台湾每天都车关啊，我们台湾每天过马路都有车关啊，因为我们是行人地狱嘛，哈 ，OK。然后算命说他儿子有车关，我说谁没有车关？对，我们上车也是要关门的啊。你上车不关门的吗？怎么样？不是这个关是？关卡的关了。OK， 好，那当你一直跟你的孩子说，你是不是在提醒他会出意外？你是不是在提醒他会发生危险？你是不是在提醒生命是很无常的？那你越提醒他，你孩子会怎么样？不要再说了，闭嘴。那不然妈妈你的意思是我每天都待在家，不要出门，就不会有车关，有卡车会冲进来，对，飞机也会冲进来。最近我在看那个什么不良执念清除师，要谢谢我们的网络电视台常常会扩展许医师新的视野这个不良执念清除师，就是他爸爸跟爷爷就是坐公车，然后一辆飞机失事把他们撞死了。各位，这也是车关那你怎么预防？那各位，你像我们现在在12楼，那万一等一下有个直升机冲进来嘞，也是会也是有这个几率吧，对不对？好，那徐师的意思是说，请问那个妈妈是不是投射了很多的恐惧、危险不安到孩子身上？所以各位，你要知道为什么孩子觉得你很烦，为什么孩子不想听？因为你越投射给我，好像你在关心我。可是徐师之前有没有讲过一句话？有时候你越担心，就是越什么诅咒。你买过就抓瓜好不好？你不要再诅咒我好不好？那东西是不是投射？投射什么？投射你自己所有的负面心态呀。
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不是说关心跟爱不对，可是你的关心跟爱的背后，如果是投射了这么多的负面，那你觉得你的孩子为什么要听你说话？你觉得你的孩子为什么会想跟你靠近？所以很多父母跟我说：“哎呀，每次我想跟我的孩子说话，他不想跟我说话。”对，我就跟他讲，你是不是要问他结婚之后过得好不好？你是不是要问他结婚之后收入怎么样？你是不是要跟他讲很多他要注意的事？难怪他不想跟你说话。各位听懂了没有？你不是只是在表达爱跟关心，你在投射很多的负能量。所以学士要讲，当今天我们进入赛斯心法的学习，来学士还是要强调哈，来赛斯有讲过，每个人往生之后会遇到很多灵魂的阶段，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阶段就是回来面对自己。回来面对，来各位，我告诉你哈，你们往生之后会有个阶段，有一个灵界的辅导员会把你从小到大发生的每一件事用大荧幕放给你看，你懂了吗？你们往生之后会有灵界的辅导员，那叫阿卡西记录，懂我意思吗？会把你从小到大发生的每个场景、每个片段都用大荧幕放给你看，然后问你觉得呢？当时那个场景你觉得呢？对，所以所有往生之后的人绝对避免不了的一个过程就是什么？扣关跟问心。你过得了这一关，你才有办法下一辈子好好的再重新再来。来，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学士要讲结论。结论就是在座的每一个人回去好好面对自己的内心，包含所有你的起心动念，包含所有你的喜怒哀乐，你的羡慕嫉妒恨，各位，那都是你的内心的小剧场。内心世界无比丰富，如果你不面对，各位，你将来一定会有很多的麻烦在等着你，很多的麻烦在等着你。就算你要离开地球轮回，你怎么样都离不开。那当你开始跟自己和解了，开始愿意面对自己的内心，你才能够真正的跟这个世界合作。跟谁合作？跟父母、跟朋友、跟家人，跟你周遭的每一个人，就是我们赛斯心法讲的什么？爱的互助合作，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到这里结束。我们一样，谢谢我们所有新北同学的参与哈。来，所以未来哈，我们新北目前也成立一个计划，就是为新北找一个家了哈。由我们的那个沈宝同学担任我们的召集人哈，我们为新北找一家。那我们希望各位哈，如果你们家里有附近房仲啦，有不用的豪宅啦、闲置的厂房啦，适合我们新北分会能够来作为永久会址的，麻烦跟我们的主任联络。那我们等一下3点半有我们的工作坊，想要提问题、进一步讨论的同学可以考虑参加，好不好？来，谢谢各位同学。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请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支持赛斯教育基金会，支持赛斯网络电视台，让我们用不一样的角度一起看世界，来体验共同创造的一切。